Hello， 大家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每个明星都想在镜头前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所以他们接剧本综艺，力与自己性格背道而驰的人设，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些细节往往会让他们精心设计的形象毁于一旦。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那些在镜头前因言行不当让人瞬间觉得很下头的明星吧。王大陆和李沁一起参加快本时，因太没有距离感而引发了争议。当时节目组要求男女嘉宾即兴表演一对情侣，在很冷的天气里等着买奶茶。先看于晓彤和李沁的这段表演。我们俩一起取个暖好不好？在你身边靠一会儿。虽然为了表现出互相取暖的温情，于晓彤用外套裹住了李沁，但她只用一只手握住了李沁的肩膀，还是比较有分寸感的。但王大陆表演时，从背后紧紧环抱着李沁，一只手还在她胳膊上来回摩挲，显得非常亲密。而且他还将头搭在了李沁的肩膀上，嘴都快贴到人家脸上了。能看出李沁的表情也是有一丝尴尬，并且有点拘谨的往旁边闪躲。该片段播出后，网友们也觉得有点不适，纷纷指责王大陆是在占便宜。然而王大陆不是第一次在节目中对李沁过度亲密了，两人一起合作过《狼殿下》后，曾一起上节目做宣传。谈到拔罐养生的话题时，王大陆突然提议：“老师，沁今天露一个美背，她愿意吸背上。”李沁听后一脸错愕，紧接着露出了不情愿的表情，但王大陆直接上手拉住他，还强行让他转过身去背对观众和嘉宾，坚持要他拔罐。李沁明显想要挣开他的手，他却搂住对方不撒手，还调侃道：“今天豁出去了，我从来没看他露那么多过。”就算是关系比较好，这样有点不合适吧。好在李沁高情商的出来回应了此事，风波才得以平息。郑元畅比王大陆还要过分，在综艺《我是女演员》中，他担任了节目的导师，需要挑选新人演员加入自己的团队，而他挑选时根本不考虑演技和专业能力，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脸。到了考核学员的环节，导师要从《还珠格格》里选个片段和学员一起演，郑元畅偏偏选择了皇上强迫香妃发生关系的那场戏。虽说应该是节目组为了博眼球而安排的，但身为导师的郑元畅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只是事先强调了跟女演员的身体接触仅限于表演。随后他更是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和女演员排练起了大尺度戏的整个过程。皇上不要，皇上！女演员显然非常抗拒，观众和在场嘉宾也感到了不适。男嘉宾惊讶地往后退了退，女演员更是全都吓到不敢说话，有人转过头去，有人低头捂脸，根本不忍心看。可这场戏竟然反复演练了好几遍，女演员也被当众羞辱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会给她留下多大的心理阴影。这次可以说是节目组的安排，但郑元畅接下来的表现也挺没分寸的。正式上台表演时，为了加大考核难度，导演可以即兴加戏份。郑元畅居然在女演员说台词时突然抱住了对方，差点就亲上去。是你让我陷进去了，不要再抗拒我了。女演员直接拍完都是一脸懵的状态，显然被吓到了。事后还要解释，只是脸贴脸的假亲。看完后只能说江直树的滤镜碎的真是不冤，无下限的节目组更是活该被骂。《武林外传》里的秀才喻恩泰，戏里学富五车，戏外也是娱乐圈少有的高学历明星。可学历高归学历高，他的有些行为着实不恰当。参加电影发布会时，他还曾跪在女演员身后紧紧搂住对方，还将脸埋在女演员的胸口处。虽然说是为了还原电影里的人物关系，但让人看了还是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而在《火星情报局》中，他或许是为了符合节目的主题，显得特别放得开，一上场就亲沈梦辰的手，之后又冲到郭雪芙那里捧住对方的脸，做出想要强吻对方的动作。随后他突然走到应采儿身后，做出难以描述的不雅动作。这些行为都让他的学霸滤镜碎了一地。小提琴王子刘宪华也因为不当行为频频遭到质疑，在综艺上为嘉宾吃脚就算了，到点了，快点快点！他还当众对女明星开黄腔。某期极限挑战中有个游戏是让嘉宾们保护自己的抱枕不被其他人抢走，刘宪华想到了将抱枕藏在玩偶服中，他先给自己穿上玩偶服，然后拉开裤腰，让女嘉宾迪丽热巴把抱枕塞进他的裤子里。热巴一听就面露难色，假装没听见似的从他身边走开了，但他不依不饶地追过去，再次向热巴提出请求。躲不开的热巴只好直接拒绝道：“你快自己塞，我真是醉了。”
刘宪华这才自己塞进了裤子里，但他随后又拿出另一个抱枕，让热巴帮他塞到玩偶服的肚子里。热巴只好小心翼翼地帮他塞了抱枕，但此时的刘宪华一边挺起腰，一边不断地用言语催促热巴：“你用力，你塞啊，你用力塞。”热巴尴尬又无奈地回了句：“你闭嘴。”从这个片段来看，热巴明显感觉到了不适，观众也认为刘宪华的做法很没分寸。对此，刘宪华的粉丝表示，他要么是因为中文太不好造成了误会，要么就是为了节目效果。但网友们对这番解释并不买账，并翻出了他以前参加综艺时对女星的骚扰行为，比如偷窥姜妍的胸口，还主动要求为其涂抹防晒霜，拉着金晨的手去抚摸自己的脸。在韩国某岛综艺中，他还曾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怂恿王嘉尔和他一起翻其他女艺人的衣物，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类似的事，到底是无意行为还是刻意无理，大家自由定论。高情商女王杨幂也有让网友诟病的不礼貌行为。2017年，她主演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举办开播宣传会，她来的比其他主创人员都晚了。当时工作人员已经直播很久了，接她来之后提醒她正在直播中，她当即回怼：“什么东西在做直播？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打个招呼吧。”一边说一边两手一摊，径直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打掉了他手中的手机。这时同剧的王骁帮这个女工作人员捡起手机并道歉，称是一个意外，而杨幂却像没事人一样与云朦胧聊起了她的新专辑。她接过云朦胧的专辑，自以为很幽默地说：“谢谢，拿去扔掉。”跟云朦胧聊了一会儿，他又转身故意问了女孩一遍：“在做直播吗？”现在对，是的。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又一次走向女生，打掉她手中的手机。不过这次女生拿得很稳，她没有打掉，她说了句没打掉后离开，坐到了赵雨婷身边。这时王骁问：“白浅刚才是迷路了吗？”来给杨幂做引子，大概是想让她解释一下迟到的原因。但杨幂并没有理王骁，而是让热巴宣传一下自己的新专辑。热巴突然被 Q， 显得手足无措。很多粉丝说杨幂是在给热巴机会，但其实她更多的是为了转移焦点，因为她在迟到的期间，热巴已经介绍过了，这也是为何热巴被老板 Q 掉有点惊愕的原因。又聊了一会儿后，杨幂问赵又廷这直播要播到什么时候，得知已经差不多了时，她一边说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又走过去第3次打掉了女生的手机。该直播播出之后在网上发酵，不少人质疑杨幂的素质，粉丝洗白说她是被偷拍了才打手机，但显然并不是，因为她一进来就问是否在直播，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她一边说关我什么事儿一边打，而后面的2次打手机就更加离谱了。不少人认为后2次是在为第1次的没礼貌行为强行挽尊，以开玩笑的形式洗白第1次动真格的行为。清平乐里长相清秀的边城在直播时也很让人下头，他不仅嘲讽任敏年龄大该演自己的阿姨，还不停地贬低对方的颜值，说任敏不仅长得平平无奇，还有点丑，甚至说她脚臭。因为我脚特别冷，到夏天的时候脚也特别冷。如此一系列不尊重人的话语，也让一向好脾气的任敏红了眼眶。但为了不失态，他还是极力忍住。蒋勤勤在综艺里的表现也很差，在节目里刘涛一见到蒋勤勤就十分热情的上去拥抱，没想到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蒋勤勤直接甩了刘涛一句：“我听到是你当团长，我就不想来。”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在综艺中我行我素，让人下不来台的还有佟丽娅。某次节目她和金晨的造型有些撞，发现这个情况后，佟丽娅便表示自己和金晨我们俩每次弄得跟姐妹一样。说完之后，金晨就有些尴尬，明显不知道说什么的她只能说对来附和。按照节目流程，这时候选手开始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事儿也就告一段落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后面金晨和佟丽娅再次聚在一起时，佟丽娅又开始了。这次她直接表示自己想把发卡摘了，这个发卡指的就是和金晨一模一样的那个蝴蝶结，表情还一脸不高兴。说完想摘发卡之后，佟丽娅问孟美岐：“我俩像吗？”孟美岐没有听出佟丽娅的弦外之音，实话实说：“你俩姐姐老是撞。”要么全黑，要么全蝴蝶结。对呀，就是。这时候感觉金晨已经尴尬的脚趾抠地了，他的动作和表情都十分不自然，他摆弄着似乎想把蝴蝶结摘下来，真的有种手忙脚乱的感觉。但佟丽娅才不管金晨有多手忙脚乱，她继续搞事情，不仅把和金晨一样的蝴蝶结摘了，还要换掉2人扎的相似的头发，十分急切的不停让孟美岐帮她扎。这一番操作之后，后面的部分金晨和佟丽娅几乎没怎么说话，也没怎么对视，气氛十分尴尬。郑恺的行为也很让人下头。一次节目中，他因不满自己早早被淘汰，竟当众向其他成员发火，又是摔东西，又是满口脏话，场面一度控制不住。而他的暴脾气出名不是1天2天了。某次他出机场碰上一堆粉丝，因为嫌粉丝离得太近，他直接用手推粉丝。
你还知道哪些明星的下头行为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C太的视频，就请多点和关注，C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